对，那我曾经听过学生分享，是他今天要教未来式，就 future tense。对，那老师是用塔罗牌教未来式。对，塔罗牌就是帮你算命，对不对？算你未来。对 ，You are going to be rich. You will meet your dream guy ton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lk School 的 Vera，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自助家 Study DIY。Talk School 是专做美国的语言学校，我们在美国的东岸还有西岸都有学校。西岸是一所在旧金山，北加旧金山；东岸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波士顿、特兰大，还有 Florida 有3所分校，是迈阿密、罗德代堡还有艾伦图拉，所以总共6个校区。那我觉得每个校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对，那亚洲学生比较倾向的可能是旧金山分校跟波士顿分校，也有亚洲学生会说，我想要去华人少的地方，所以可能会选择我们的 Florida 的分校。那我觉得以亚洲人喜欢的旧金山跟波士顿来说好了，我觉得他们的位置都非常的好。以旧金山校区来说，它在渔人码头，大家已经听过渔人码头，所以那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好，可以感受到加州的阳光，而且走出校区就可以看到金门大桥。学生对我们旧金山校区的地理位置都非常的喜欢。那再来是东岸的波士顿，大家一定听过波士顿，对，波士顿也是很有名的大城市，但是它的有名是因为有很多的名校，对，大家一定听过哈佛，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这个城市有非常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相对的，它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因为这样子城市人口的组成，我觉得波士顿人比较开放，他对外来的文化、外国人是持比较开放的接受的态度。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生活，你不只可以认识到很多其他国家来的人，同时你也会比较自在一点。对，那波士顿就是大学城啊，我觉得波士顿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然后大学氛围很好，对，我觉得很适合学习。那离纽约也不会太远，一般人都是搭火车或是搭长途的巴士。对，我曾经问过我朋友说，波士顿到纽约搭巴士要多久？他说 It depends。我说什么叫 It depends？ 对，他说夜晚就会飙速比较快，对，那白天如果你赶时间，所以其实很多学生会想要去纽约啊，我懂有一个纽约梦，但是有时候算下来，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也没有办法成行去纽约，那可能就会第二个选择波士顿。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因为他可以在波士顿一个比较安全宁静的环境学习，可是周末还是可以去纽约玩。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组合。所以6个校区各有特色，但是我刚刚针对亚洲学生喜欢的旧金山跟波士顿，大概有这样子，从我自己经历过的，还有学生分享的，我觉得大概是这些特色。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的宿舍特色嘛，或是你们比较推荐学生是住学生宿舍或寄宿家庭？我觉得学生宿舍跟寄宿家庭各有优点。对，那以我们旧金山的校区为例，我们是跟一个私人的长期公寓来做合作。这个长期公寓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它跟很多语言学校都有合作。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你住在那边，你会有机会认识其他语言学校的学生，可能有欧洲学生、亚洲学生等等都有可能。好，所以你有更多去练习英文，去跟其他国家的人来做交流。这是学生公寓，但我觉得寄宿家庭也有它的优势。对，你可以真正的融入美国的文化，然后他们美国人周一到周五是怎么生活的，周六周日是怎么安排他们的时间。对，但我觉得学生真的不要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就觉得一定是大房子，那爸爸很帅，妈妈都穿个围裙，很美，还是大狗这样，不是哈？因为美国是个多元的，对，所以可能有很多移民的，这也是一个去美国念书一个要持有开放的，要 being open-minded。对，寄宿家庭也是。回到的学生公寓，以旧金山来讲，我很推荐我们的学生公寓，因为它位在市中心，交通非常的便利。刚刚有提到，你可以认识其他国家的学生。那我们的学生公寓附近有一个 Japantown 日本城嘛，所以里面我记得有 Daiso， 还有超市，有拉面店。有个学生说有拉面店很好吃，一直推荐我要去吃。对，还有餐厅，有咖啡店，非常的便利。所以不管是要采购生活用品啊，或是想要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啊，吃个饭，对，日本城好像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是我们学生公寓的一个很便利的优势。搬公车可以到达学校30分钟以内，所以旧金山我觉得我们学生公寓非常的推荐给学生。它的房型很多，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周包14餐，14餐是早晚餐。对，每天早晚餐，而且不是什么只给你 burgers 啊，不是，对，是真的有 protein， 有 veggie， 还有 carbs， 饭啊面这些。对，学生说还有冰淇淋，学生公寓的饮食很满意。Talk School 的学校内有什么设备可以让学生使用的，或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学设备？我们刚刚提到，我们 Talk School 在全美有6个校区，每个校区都一定有互动式的白板。我觉得这很好，是因为所有的内容都会呈现在白板上，所以学生他不用低头，他可以就是看着白板上课，跟老师做互动。这点我觉得是学语言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技巧吧。
不要只是看课本，对，你就要跟老师互动。我们都会有 student lounge， 比如说以波士顿为例，我们有个大的 table， 也有一个 student lounge， 学生在 break time 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呀，写作业啊，或是跟老师聊天。对，那旧金山也有 student lounge， 而且我记得那个 corner 角落非常的可爱，对，非常可爱，可以有个小沙发坐在那边跟同学聊天，旁边有个小书柜啊，有不同的书，而且还有一个 snack 小的 bar， 对，每周一还会提供免费的咖啡。我们一定有 student lounge， 因为我们最希望的是学生来 talk， 可以多说多交流，可以大方的去跟别人开始一个 small talk， 真的可以越聊越深入。学校在淡旺季大概的学生人数，每个学校有多低？其实如果以一般英文课程为例，是每周一开课，所以其实学生人数是会上下浮动的。对，那我只能说我们学校 Talk School 是小学校，6所学校大概都不超过100个人，对，算是小而温馨的学校。对，那国际比例我很简单来讲，以华语的学生来说，大概每个学校不超过10%，对，所以其实人数很少，也不太会碰到很多讲中文的学生，对，这点不用担心。第二，简单介绍一下 Talk School 的课程有哪些特色，是能够吸引学生的？这部分呢，我分成大概2大部分来讲。还有 Talk School 最受欢迎的就是一般英语课程。那我们的一般英语课程非常重视口说，对，刚刚有讲，学生来到 Talk， 我们就希望你 Talk。所以那当然 Talk 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亚洲学生，其实我们学习英文学习了好多年，但就是在输出这一方面是比较没有自信、比较弱的。对，很多学生常常会说，我还没准备好，让我再想一下，我自己先复习一下好了。哦，我再说。其实我们入了很多从小到大的学习，但输出因为环境，对，一直没有经验去讲这部分，所以来到 Talk， 我们主要是希望学生可以多说。那我们的一般英文课程就是着重在说这方面，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特色课程是商业证书课程。对，我们商业证书课程它不是 ESL 课程，一般的 ESL 就像英文啊、托福啊、雅思这些的，比较着重在英文的听说读写还有文法。但我们的商业证书课程不是，我们商业证书课程是以主题式的来教学。对，主题包括3大的面向，分别是工商管理、社会还有人文这3个。课程内容主要针对某一主题，比如说行销或是心理学某一个主题的理论实用来去做授课。对，那教学内容呢，相当于美国大1、大2的教学程度，所以你学的也是美国大1、大2的学生在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课程是需要一定英文程度基础的学生。但其实我很建议我觉得台湾的学生或是怎么讲，亚洲的学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他都会想留在一般英文里面，他不敢再往更专业的英文去走。可是殊不知，有些学生其实被我们稍稍的 push 一下，他在专业证书课程里面其实如鱼得水，他觉得进步更多，他对自己的进步更有感。所以我们很鼓励学生，一般英文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商业证书课程。我们有一个无限制组合课程，对，那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长期去的学生嘛，一开始一定是一般英文，但其实去48周都一般英文，也太没有挑战了吧？对，我们做人就是要有目标，对，都出去了，不要48周都一般英文，而且你到了那个环境，其实英文会进步得很快，你可能3个月后你的英文程度就超越了你的预期了，可以试试看上别的课程，但到时候再转换啊，算价格其实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无限制组合，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程度的提升的时候，可以换其他的课程，比如说一般英文加2堂1对1是我很喜欢的，因为一般英文是团体课程，1对1，对，你逃不过，对，团体课程你可以今天不想讲，老师也不会逼你，可是1对1就只有你跟你的老师，不要想逃，老师一定会问你的意见，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进步的最有效率的方法，相对的就可以要求任何你要的主题。我有学生想要加强托育，因为他回到台湾后想要当空姐，然后要考托育，所以他在1对1希望可以加强托育这方面。那也有学生他是 young professional， 对，他想要加强商业英文的部分也可以，对啊，1对1就你想要什么嘛，那我们尽量去安排。也许你会碰到一个老师对 musical 很有兴趣的，对，那你们就会很有共鸣，这样不是让英文学习起来更有趣吗？对，所以1对1我非常的建议。我觉得一般英文是团体课程有它的优势，可以针对一个议题，你可以知道其他国家的想法，比如说亚洲这样子的想法，欧洲那边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这就是你拓展视野的机会。这是团体课程，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还有思维。但是1对1，我觉得是针对你个人的需求来做加强。我觉得这样的组合是1+1大于2，对，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但无限制组合里面也可以上我刚刚说的商业证书课程。对，你知道吗？美国公司在征人的时候，他们越来越重视求职者的技能，远大于他们有没有一个专业的相关的学位。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开设这些证书课程。我们希望帮助学生在原有的学经历的基础上，可以去稍微的接触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还有实用的部分。对，让他们未来在求职上可以更有优势吧，更如鱼得水。这是我们开设商业课程的初衷。对，所以无限制组合就是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对，你可以根据你的程度的提升去做课程的转换，那都不用再加额外的费用。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者学习资源可以让学校脱颖而出？一般英文课程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对，那我曾经听过学生分享，是他今天要教未来式。
就 future tense。对，那老师是用塔罗牌教未来式。对，塔罗牌就是帮你算命，对不对？算你未来。对 ，You are going to be rich. You will meet your dream guy tonight. 对，他就用塔罗牌的方式教未来式，让学生觉得很有兴趣。对，所以这是一般英文。对，那商业证书呢？我很喜欢我们每一个主题都会有 guest speaker。对，会有客座嘉宾。对，那可能是你这一期7、8周用的教材的作者，在期末的时候会透过不管是线上或实体真人来跟学生做交流。对，这是 guest speaker。还有我们都会有 field trip。校外教学，这是学生很喜欢的一部分，因为他觉得商业证书课程刚刚提到是不同主题的专业理论跟实用的教授，那学生会觉得说 ，OK， 我在课堂上听了很多，比如说心理学相关的专业理论，老师也有用很多线上资源，但是老师还会抽1天带我们校外教学，把课堂上学到的可能运用在校外教学上。对，学生很喜欢校外教学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一个主题商业证书一个主题是7到8周，所以大概一次有 guest speaker 客座嘉宾，那老师会用很多的线上资源。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听个体经济学，那我本身是教育背景的，对，我一开始前面10分钟是 lost， 就是什么 demand 有没有需求跟供需的关系，但我发现老师很厉害，是他会用很多线上资源，可能有 chart 图表，还有影片打通。这堂课下来，其实我对他们那堂教的供需之间的平衡，我有一个概念的。那我觉得以我对一个教育背景的人来说，其实经济相关的专业领域知识我没有很懂，对，那一堂课我就大概知道了供需之间的关系很好，我觉得很有自信吧。学校是团队，具备什么样的教学背景是专业的？好像刚刚提到的商业证书课程，我们的老师他都不是ESL 老师接应下课的，不是。课程的老师他们都有相关背景的学士或是硕士，那他们的经历都是足够在美国的大学任教的，对，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很有经验。以刚刚的商业证书课程，我记得有一次是行销这个主题的时候，提到校外教学是学生很喜欢的。老师带学生到迈阿密 downtown 的一个星巴克，老师开始之前就会给学生任务嘛，老师就说，请你看一下这家星巴克的优点，你觉得的优点，还有你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待会会有他们的 store manager 出来给我们 sample 糕点跟饮料，可以之后分享你的想法。我记得事后有一个学生他分享，他觉得那间 Starbucks 的地理位置很好，因为他在商业大楼的1楼，又有落地窗，所以很容易吸引不管是商业人士下午需要一个咖啡因啊，或是路过的人进去消费，他觉得地理位置很好。那可是他觉得里面的动线不是很好，因为学生观察到说，一旦人一多，可能买咖啡的、等咖啡的、内用的就会挤在一起，里面就会显得很混乱，也很吵杂，所以他觉得动线力在改进。那他提到 store manager， 他说 store manager 在给 sample 的时候介绍，他说 store manager 的眼睛里面都是花，在叙述产品的时候充满对星巴克企业文化的热忱，看得出来他真的很以身为星巴克一员为荣，也很喜欢这个企业文化。那学生就觉得哇很 impressed， 所以让他之后就回到家也想要再去上网查一下星巴克企业相关的文化有什么。学生经过这个星巴克的经验，对他找到了一家分店的优点，他们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他们对他们里面的人员在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们去细细的观察，感受到他的热忱。我觉得校外教学学生的反馈都非常的好。我觉得与其他语言学校相比有什么优势？首先是我们学生一直说我们的 CP 值很高，因为我们的费相对的比较低廉一点，但是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很扎实的，很重视绘画，这是第一个。学生说我们的 CP 值很高。再来是我们的校内环境很好，以旧金山跟波士顿亚洲人喜欢的校区来说，这2个校区其实到现在校址都有5年以上了，但是我觉得校内的环境都维持得非常的好。旧金山校区非常的明亮，感受得到加州阳光。那波士顿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教室非常的宽敞。还有学生分享到说，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处是非常融洽的，凝聚力很好。对，下课都会互相交流，分享零食、聊天，有作业上的问题也会分享啊。我曾经被问过，在台湾学英文跟在国外学英文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同学的组成。在台湾补习班，你的同学一定是台湾人，对，其实你对一个观点，还有对某个文法的盲点都是一样的，对。但是你今天到了国外，你的同学可能是巴西人、哥伦比亚人、意大利人、日本、韩国，甚至乌克兰人这些，所以东方跟西方，我觉得生长背景不同，对一个观点上面的思维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凡是在课堂上针对一个主题来做分享，或是课后的交流，我觉得都对你的美国这一趟学习英文之旅，我觉得都会很有帮助。对，那最后一个我想提到的是，我们校区位置真的很好。对，我曾经有一个日本的顾问，对，他带了一团70个学生到我们波士顿校区去学习。对，顾问就分享到说，他觉得我们校区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再来是我们波士顿校区附近餐厅很多，你也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很挑食，对，但我们餐厅选择很多，墨西哥啊、
啊，日式、韩式、美式都有。对，他觉得比较容易满足学生饮食上的差异性。对，再来呢就提到寄宿家庭，对他非常满意他的寄宿家庭。但这边我要先提，很多时候是个案。对他提到的寄宿家庭是他的轰爸是理工学院的硕士学生，轰妈是一个音乐老师，所以他常常看到小孩子会来家里学乐器，这个是蛮特殊的例子。但是他的居住的经验非常的好，但我知道这是很特例的，所以我也问一下，那你那70个学生呢？如果一个家庭有2个学生，至少也会有20-30间寄宿家庭吧？那整体来说，你觉得满意吗？品质好吗？他非常的满意，对这一点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可以跟学生来做推广。它本身呢，课程有哪些是觉得特别出色，是你自己很喜欢？我来 Talk 已经蛮多年了，对，那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学校人员还有我们经营者初衷都是没有变的，觉得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自信是很重要的，对，还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对，我也看到很多学生，他从刚到 Talk 跟离开 Talk， 我觉得他更有自己的想法。今天跟大家真心分享了很多 Talk School 的优点，还有特色课程。那 Talk 在美国有6个校区，在6个城市都各有特色。那非常期待寄宿家的同学能够到 Talk School 来学习。那我们美国见喽，拜拜。